栀子花到家以后，你必须做几项检查，对应的去操作，不然的话，花苞长不大，底部夸夸的黄叶，花苞夸夸的掉落，最后光杆死亡，怎么养都养不活。那么第一项检查，咱们就直接检查花盆的底部，是吧？看你家栀子花底部是不是有刀口、有修剪、砍伤的一个痕迹。那什么叫砍根儿啊？那么就是这个栀子花培育的时候啊，它是放在这个地上了，是吧？它这个根系啊长得很猛，它会长很多到地上，根系多，吸水吸肥能力强。那么这个栀子花培育出来的花苞非常多，是吧？你根系特别多，这个花拔不出来，一拔出来底下全大土球子，它没法发货。所以说在发货之前呢，底部这个根它都怎么样？都给你砍掉。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底部会有很多伤口，带有很多大泥巴，这样就导致什么？栀子花整个主力的一个吸水吸肥的一个根系，哎，没有了。你把花盆拆开，那么咱们对比一下啊，这个是砍根栀子花的一个根系。这个是没砍根的栀子花的一个根系。那么栀子花很多人都养不活，本质原因找到没有？其实本质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颗栀子花砍根伤根太狠了，是吧？它花盆里边的这么些根系，它满足不了叶片生长的对水分的一个需求。它结了这么多花苞，这么点根系啊，它吸肥能力弱，是吧？它也满足不了花苞所需要开放积累的一个糖分。所以说你买到家的栀子花啊，底部出现黄叶，像这种耷拉叶啊，花苞发黄脱落、发干掉落，你要缓苗，要养根为第一要素，而不是呱呱的盯着这个花苞，它咋还不开呀？根长出来，它栀子花才能活，它栀子花的花苞才能打开。那么咱们这时候检查你花盆在运输过程当中有没有破损，有没有挤压，花盆和盆壁之间有没有缝隙。如果说收到货以后，我刚才说的盆壁破裂啊，包括挤压变形，包括土和盆壁之间有缝隙的，是吧？你能逛动的，咱们到家以后不用考虑别的，直接给它换盆。如果你不换盆的话啊，那么这个根和盆它之间有什么？有缝隙。有缝隙，这个根系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，是吧？栀子花又喜光，喜光的时候你一晒，花盆里边温度过高，边上那点毛细根全部烤死烫伤。那么栀子花持续性的底部黄叶，持续性的掉花苞啊，你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肥都不好使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你扒来以后，根系发黑腐烂，它就死了。你再买一盆还是这样，再买一盆还是这样，是吧？所以说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给它进行一个换盆。咱们换盆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把它这个表面这个浮土，是吧？你给它抠掉。盆面上这个根儿啊，它吸水能力比较弱，它不是主力的吸水区，盆面稍微露出来一点根儿。像我这种底部发棕色啊、发黑腐烂的，你给它梳理梳理土球啊，稍微的给它抠一抠土球，让根系什么露出来一点就行。盆壁没有根儿的，你也给它梳理梳理啊，让这个小白根儿，让里边这个小白根儿啊，让它露出来一部分。根系缠绕比较猛的这个位置，咱们可以就不动了，是吧？哪边稀疏，哪边根儿不好的，咱们给它什么清理清理啊，让白根露出来，这样这个根儿能贴合到你换盆的新土，它才往外长，这样会极大的增加根儿和新土的一个接触面积。根儿和新土接触的越多，那么长新根的概率就什么就越大，成活率就越高，这是一个正比。那么咱们给栀子花去换盆啊，不管你是搁哪买的，选花盆的时候啊，我推荐去用这种塑料盆，你不要整个大瓷盆子往里一坐，本身它的根儿就不好。如果你想用瓷盆，咱们等用塑料盆缓一缓，根儿长出来更多以后，至少你看几朵花开完以后，咱们再去换瓷盆啊，给它增加一个美观性。咱们先给它养活啊，很多人就想一步到位，是吧？你东西是到位了，但花死了。我用的还是咱们这个重沙沙货土啊。首先它是酸性的，第二点就是咱们重沙沙货土里边留的颗粒比较大，泥炭比较保水啊，留的大颗粒增加它的沥水性、透水性。咱们这里边的泥炭里边的有机质含量是85%以上啊，比你买到的这个羊粪肥的有机质含量都高2倍以上。所以说你用这个土啊，很多人说我加一把什么东西做底肥啊，加不好再给你苗烧了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的操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这步操作对了，栀子花成活率非常高。你用我这个土啊，栀子花边上你要使劲摁，包括圆土球你也要摁，因为它这个圆土球啊，里边根系退化以后它很虚很宣。有些人说这不透气吗？是透气，但是什么？很虚的时候它里边不爱扎根儿，它不扎根儿，里边后期这个根系会怎么？全都会变成腐烂的，栀子花会死啊。所以说里边的圆土球咱们也要给它什么？也要给它摁一摁。你用我这个土啊，要稍用力的往下去摁。你喜欢做美甲的是吧？
你戴个这个手套子，或者说咱们找一个木头棍儿啊，去往下塞土，很灵啊。一定要添实，土添实才能增加根儿和土的接触面积啊，它才发根儿，不然的话呢，它不发，它不往外长根儿，是吧？你首先得给它创造一个长根儿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长根环境啊。听到什么程度？你拿花盆怎的，它不掉啊，它不掉。然后咱们这个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啊，能长毛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在盆面你给它撒上1勺半到2勺，是吧？给它土扒拉扒拉啊，咱们把水给它什么？浇透浇足，先往中间浇，然后再往边上浇。那么浇完以后，有人说你的栀子花盆面露根了，稍微露点根儿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最后啊，栀子花的缓苗放在明亮的地方啊。很多人对明亮这个不理解，就是不要放在你家客厅中间，不要你感觉阴凉的凉快的地方，栀子花不行啊，光合作用不够啊，它制造不了养分，不行啊，它会持续性的衰弱。你可以给它一个上午的一个光照，11点之前的一个光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或者说给它放在哪儿？放在你家阳光能照射到花盆的一个位置，那么这样它光合作用够啊，它能保住更多的一个花苞。那么前期催花的肥、营养液停掉，等它长根以后啊，咱们再用营养液。那什么时候长新根？你就静静的观察它这个花苞的边缘位置。会出现小叶芽，不大点的小叶芽，就类似于这种啊，一个花苞边上会出现叶芽，那么代表它在生长毛细根了。这时候它吸收能力强了，这时候可以给它补充养分了啊。咱们通用的观花的营养液可以给它盖上，它出叶芽以后，你才会肉眼可见的看到这个花苞膨大，花苞开始长，开始往外开啊。不然的话啊，这个花苞不怎么长，你就不要着急，让它静静的缓着。它4月份不开，它5月份也会开啊。另外换盆以后浇水。晴天的时候大概是1天左右浇水啊，阴天的话咱们2天左右浇水。换完盆坚持多少？15天左右，可以逐渐的稍微的拉长一点浇水周期，比如说1天改成2天啊，不要一味的说这个花我多少天浇一次。黄叶了不要摘，不要动，让它自我去调节，一切都等它长根儿，这样去养这个栀子花的成活率会非常高。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